前不久，有个朋友找到我，想聊聊孝道这个话题。他提到自己常常被父母的期待压得喘不过气，甚至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工具人。我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，觉得孝道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传统美德，但实际上它背后藏着不少复杂的东西。在我看来，孝道这个概念有时候就像某些社会习俗一样，更多是底层人群之间互相为难、彼此消耗的产物。它并不是一种普世真理，而是跟资源、环境、家庭背景息息相关。不同阶层的人对孝道的理解和实践完全是两回事。先说说那些家里有点底子的家庭吧，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势，他们对孝道的态度往往是轻松甚至冷淡的。在这样的家庭里，孩子的未来几乎是被父母一手规划好的。婚姻有人安排，事业有路铺好，父母绝不会让孩子吃一点苦，甚至连半点委屈都不舍得让他们受。孩子长大后，生活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，衣食住行样样不缺。至于父母的晚年生活，更是简单明了。他们要么花钱请专业保姆照顾，要么直接住进条件优越的养老院。总之，养老这件事完全不需要孩子插手。孩子不仅不用亲自伺候，连一分钱都不用掏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父母去世后，通常还会留下一大笔遗产给孩子。子女呢，平时忙着自己的事业和生活，偶尔抽空买点东西探望一下父母，就算是尽了孝心。这样的父母，因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源，生活过得充实而多彩。他们不需要靠孩子来填补空虚，也不会把孩子当成情绪的寄托。他们的晚年自有金钱和地位来保障，根本用不着孝道这种东西来约束孩子。反过来，再看看那些条件一般的家庭，尤其是底层家庭，孝道就完全变了味。从孩子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开始灌输要孝顺的观念。这种观念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孩子身上，让他们一辈子都觉得欠了父母什么，永远直不起腰。在这些家庭里，孝道往往成了父母的一种保障手段。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去规划自己的晚年，也没有能力让孩子轻松起步，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用孝道这个道德标签把孩子绑得死死的。孩子被教育的觉得自己天生就该报答父母，天生就该为家庭牺牲。这种心理负担成了他们一生的枷锁。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挖一挖，这种现象背后的真相其实更让人心寒。尤其是一些能力有限的父母，他们对孩子的期待反而更大。他们自己可能一辈子碌碌无为，家族里也没什么出色的基因，却偏偏指望孩子能突然逆天改命，将来出人头地，光耀门楣。这种期待听起来很简单，父母只需要动动嘴皮子，说几句好好努力之类的话。但对孩子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从小学到大学没日没夜的学习，毕业后还要陷入996的工作模式，拼命赚钱。因为在他们身上被强行植入了一个使命，改变家族命运。至于孩子累不累，心情好不好，甚至会不会因此抑郁，对父母来说似乎都不重要。只要孩子能出息，他们的期待就算有了回报。这种期待其实是一种无形的诅咒，它让孩子从小就背负着不属于自己的责任，活得像个工具，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父母可能觉得自己是为了孩子好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把自己的遗憾和不甘强加到孩子身上。如果你恰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感觉被父母的期待压得喘不过气，我真心建议你试着放下这些期待吧。不是让你变得冷漠，而是要认清一个事实，父母的苦难和不幸跟你没有直接关系。反过来，你所有的疲惫和挣扎，很大程度上却是他们带给你的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努力一点，也许能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但现实是，就凭你一个人那点微薄的力量，连自己都未必能救赎，更别提去拯救别人了。父母的命运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经历造成的，不是你的责任。你唯一能做的
就是先让自己活得好一点，别再被他们的期待拖垮。其实，不光是对父母的期待，对任何人的期待，我们都可以试着放下。你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目光里？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认可来定义自己？一旦你渴望某个人的认可，你就成了那个人的奴隶。如果你追求所有人的认可，那你就成了所有人的奴隶。寻求认可，本质上是一种内心不够强大的表现。真正强大的人，从不需要别人的肯定。他们知道自己本就完整，不需要外界的标签来证明什么。就像一棵树，它不需要风的赞美也能茁壮成长；一条河也不需要鱼儿的称赞就能奔流不息。你也是如此，你的价值是你自己赋予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当然，当你开始放下期待，可能会遇到阻力。比如，有人会因为你的反抗而生气，甚至指责你不懂事或者自私。这时候，千万别因为别人的情绪而动摇自己，更别为了讨好他们去做违背内心的事。别人的生气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。也许他们习惯了控制你，也许他们无法接受你的独立，但这跟你无关。你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坚定自己的选择就够了。别人的情绪，他们自己会消化，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反应负责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。如果有人因为我没满足他们的期待而生气，我反而会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这意味着我又卸下了一道枷锁，我的内心又自由了一分。每一次拒绝期待，我都觉得自己更轻盈，更靠近真实的自己。回过头来看，孝道这件事，说到底其实是资源和心态的博弈。有资源的家庭，父母不需要靠孩子来养老，自然不会强调的孝道；而资源匮乏的家庭，父母往往把孝道当成一种道德武器，用来约束孩子，弥补自己的不足。但无论如何，孩子都不是父母的附属品。你的出生不是为了完成谁的梦想，也不是为了填补谁的遗憾。你的人生应该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别人的剧本。所以，不管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，我都希望你能明白一点，放下期待，不是不负责任，而是对自己负责。你不需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也不需要用父母的幸福来绑架自己。人生很长，但也很短，别让不属于你的负担占据你宝贵的光阴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